我给贵妃当了16年的狗腿子，直到这日，皇上突然夸了我一句。贵妃这丫鬟，瞧着倒是可人。皇上走后，贵妃斜倚在软榻上，细白的手指勾起我的下巴，娇声笑道：“宋春，我们换个皇帝好不好？”我兴奋地从枕头底下掏出早就磨好的刀，毕竟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好久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被人牙子卖进将军府那年，只有6岁，浑身脏兮兮的，还挂着清鼻涕。管事的嬷嬷皱着眉不想要我这样蠢的丫头是伺候不好主子的。人牙子急了，拿藤条抽我，让我给嬷嬷跪下求她买我。我梗着脖子不肯跪，中气十足地帮人牙子数着数，12、13。小姐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她穿着烫了金边的红袍，衬得一张脸俏生生白嫩嫩的，像极了年画娃娃。嬷嬷一见她，脸上就换上了谄媚讨好的笑来。小姐却是理都不理，只拿白玉般的手指指着我：“这小丫头，我要了。”直到人牙子踹了我一脚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忙跪下谢恩。小姐乐了：“你这小丫头刚刚不是挺有骨气的，怎么现在跪得这么干脆？”我抬头直视小姐，诚实道：“小姐是菩萨，阿爹说菩萨是可以跪的。”小姐闻言扑哧一声笑了，当真像菩萨一样好看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派去伺候小姐。说是伺候，我笨手笨脚的，活根本干不利索。可是小姐喜欢我，府里的嬷嬷说，能得主子喜欢，才是一个奴才最大的本事。我得了小姐的青眼，便是府里最有本事的丫鬟。乡下人总信奉贱民好养活，所以阿爹给我取名叫二丫。小姐嫌这名字土气，便叫我宋春。她说一微尘里3000界，半刹那间8万春。春这个字同我很相配。那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蒙住脑袋，心里翻来覆去的念着宋春这2个字，连带着心尖上都滚烫了起来。宋春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小姐是将军嫡女，性子跳脱。院子里的杏熟了，她带着我们几个丫鬟爬树摘杏，别的丫鬟都不敢，惶恐地劝小姐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。只有我晃晃悠悠地搬来一把小梯子。小姐摸着我的头笑：“好宋春，本小姐没白疼你。”小姐最爱红衣，她就像一团火，自由自在地旺盛着。我看着那团红在层层的绿中，像是翻腾的烈焰，又像是盛开的红花。小姐摘了好大一兜杏子，咬下去酸酸的，我五官皱巴在一起。小姐笑得更开心了，她用细长的手指点着我的脑袋：“宋春，你好丑。”那个年纪的姑娘没什么美丑的概念，我只知道我这样小姐会开心，所以此后便常扮丑来都逗她开心。小姐10岁那年喜欢上了舞刀弄枪，她本就是将门虎女，一手红缨枪也耍得猎猎生风。将军却不喜欢小姐舞刀弄枪，他说小姐该有大家闺秀的做派，而不是这般粗人行径。小姐那时年纪虽小，却懂得许多大道理。她如一棵松柏，站在那里朗声同将军辩驳。我爹是郑国将军，自然有那些个底气同旁的世家小姐不一样。将军被他逗得直乐，也便放弃了培养小姐做一个大家闺秀的想法。小姐不喜欢娇滴滴的世家小姐的做派，她爽朗热情，就像是该在草原烈日下盛开的格桑花。同小姐的性子不同，大少爷要温顺许多，他不爱枪棍爱诗书。小姐在院子下那棵红梅下舞枪，大少爷就坐在窗边作画。他画簌簌而落的红梅，画大雪纷飞的冬景，画院墙上那只伸着懒腰的狸奴，当然更多的是画小姐，画她一袭红衣翻飞如火。有时我也有幸入了少爷的画，我惊讶地瞪大了眼去看，画上扎着双髻的小姑娘正眼睛晶亮地看着红梅下身姿英武的小姐。大少爷见我看呆了，便屈指敲了下我的脑袋，他唇边漫出一抹笑，问我喜欢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他便把画递给我，我连忙把手在身上抹了2下，这才恭敬的结果，珍而重之地接好。大少爷懒洋洋地冲小姐喊：“你这小丫头都让你惯坏了，一点也不怕人。”小姐闻言回身，
艳丽的脸上勾起笑来。我的人自是该无拘无束的。说罢，小姐冲我招手，我连忙跑过去，献宝似的把画拿给她看。她伸手捏了捏我脸颊上的软肉，笑道：“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，就这么幅破画便将你打发了。哥哥那可还有不少好东西呢，想不想要？”说着，小姐扑向大少爷，笑声如银铃般传来，抖落了一束的红梅。我抬头去看，天上不知何时飘起雪来，瑞雪兆丰年，来年一定会顺顺利利的。年关将至，府里也忙了起来。我年纪小，个头也小，便跟着其他姐姐一起剪窗花。整个将军府里张灯结彩的。除夕这天一大早，我自告奋勇要给小姐梳头。她杏眼带着诧异的看我，举着小拳头威胁道：“要是梳不好，就叫人牙子把你发卖了去。”小姐才不舍得呢。我抿嘴笑，手指灵活地给她挽了一个发髻。我也不舍得小姐，因此学了很久。小姐的眼睛晶亮，夸我做得好。说着，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红绸布做的红包：“本小姐赏你的。”我欢欢喜喜地接过，都不用打开看，就知道里面包了至少10两银子。小姐真好。她骄傲地仰起头，趁机伸手摸乱我的发髻。小姐笑着提裙跑出去，我追在她后面。她回头冲我扮鬼脸，然后直直撞进一个人怀里。那人长身玉立，逆光而来，一张少年人的脸，同大少爷的温柔尔雅不同。他眉目张扬，一双眼睛深潭似的，好像能将人吸进去。那一年，小姐13岁，一眼误终身，说的便是她与萧玉峰。年关刚过，大少爷就被将军揪着耳朵带去了战场。北方蛮夷来犯，将军身为镇国将军，自是当仁不让。主母早亡，将军没有续弦。大少爷身为谢家唯一的男丁，必须传承父亲的衣钵，哪怕他再不愿。书生那把笔杆子也得换成3尺清风剑。将军出府前就跟门房小厮吩咐了，不准让小姐出门。可是小姐这人是闲不住的，正门不让走，她索性就翻墙。但将军毕竟是将军，他好像早就料到小姐会这么干，把府里的梯子都拿去劈了当柴烧了。可是将军忘了小姐还有我。我蹲在地上，让小姐踩着我的肩膀上去。她好不容易翻过了墙头，又不敢跳下去了。我在下面急得抓耳挠腮。那天小姐到底是没能出府，她坐在墙头看了1日的春光，我就仰头看了1日的小姐。夕阳的暖光洒在她如玉的脸上，给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辉。那时我便想，我的小姐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。将军打了胜仗回来，小姐听到消息跑出去，连鞋都忘了穿。我在后面举着鞋追着小姐跑，总算在将军瞧见前追上了小姐。她如乳燕入怀，扑进将军怀里。将军的脸上多了一道疤，从眉峰直直插入云鬓，整个人看着更凶了。我吓得缩在小姐身后，只探出个脑袋去找大少爷。他走的时候答应要给小姐带北方的胭脂，还说要给我带那里的花样子。见到大少爷，我都吃了一惊，小姐也吓了一跳。原本白玉般俊俏的人，如今却黑了许多，身量也拔高了些。那股子书生气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战场的肃杀之气。可是看见小姐，少爷又成了往日为鸟六街的少爷。他一笑，露出一口大白牙，衬得那张脸更黑了。小姐嫌弃地冲他做鬼脸。将军回府后，府里又热闹起来。他检查小姐的功课，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小姐的琴艺进步了没。小姐的琴弹得很难听，但是将军听不出来。他觉得小姐往那一坐，就有副高手的做派。一开始小姐还认真学，后来发现将军是个音痴，他索性就乱弹一通，偏偏表情是一副大家小姐的做派。我和少爷只能在一旁憋着笑。春去秋来，一眨眼，小姐16了，到了该一亲的年纪了。我知道小姐心里早就有瞧好的少年郎，他是少爷的朋友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去打马射猎，好几次我和小姐都在。少年白衣纵马，像画本子里写的那样，有时候小姐也会同他赛上一场。
每次都是小姐赢。我高兴地跳起来说小姐真厉害，可是小姐却不乐意了。她说那小公子瞧不上她，不肯堂堂正正跟她比一场。小姐是骄傲的，哪怕身为女子，也有不输男子的傲气。小公子举手告饶，说小姐是女中巾帼，此后定不小觑。他们又比了一场，马蹄卷起尘土，迷了我的眼。那袭红衣被风吹起，同白袍层叠在一起。一炷香后，两人驾马归来。小姐输了，可她的眼睛晶亮，脸颊微微泛着桃红。小姐一直是敢爱敢恨的，就连那样秘而不宣的少女心事，小姐也敢大声说出来。我惊诧小姐的勇敢，却也总懊恼她的勇敢。那是将军第一次冲小姐发火，他气得拿出鞭子要抽她。小姐跪着，脊背挺得笔直。他高声道：我谢出锦的夫君，必须得是我心悦之人，否则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。在他看来，心悦他人没有错。将军气得把手里的鞭子高高扬起。我扑过去挡在小姐面前，鞭子带着破空声，猛地抽在我的背上。我从小到大替小姐挨过许多次罚，但是从没有这一次痛。我知道将军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那小公子的身份是一道鸿沟，小姐若是嫁过去，这一生注定不会顺遂平坦。我的小姐是9天翱翔的凤，看上的男子身份自然不是一般，但我还是不能把整日同我们嬉笑打闹，同小姐举手告饶的少年，同尊贵的太子殿下联想到一起。也难怪将军生气，他们武将不比文臣风流。小姐若是嫁给寻常皇子还好，可萧玉峰却是日后要继承大统之人，他必然不会只守着小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况且我朝重文轻武，武将之女是做不得太子正妻的。最后还是太子登门，不知道他同将军许诺了什么，将军到底是松了口。赐婚的圣旨隔天就下来了，是太子侧妃。小姐欢喜地接过圣旨，她不计较那些个嫡庶尊卑，只知道自己要嫁给心上人了。她笑着准备绣嫁衣，可是她这双手舞得动红缨枪，却未必拿得起绣花针。我看着大红嫁衣上绣的一团线，分辨了好久，才斟酌着夸赞出声：小姐这对彩蝶绣得可真好。小姐闻言，拿着针的手一僵，半晌才悠悠开口：我绣的这是鸳鸯，这完全不挨边好吧？好在小姐的兴趣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最后绣嫁衣这活还是落在了我身上。小姐蹬掉脚上的鞋，欢欢喜喜地蹦上了软榻，吃着我早就准备好的葡萄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太子娶侧妃的日子。侧妃比不上正妃，可是太子还是给足了小姐体面，准她从正门入府。宾客尽欢，红烛暖帐。小姐穿过许多次红衣，但都没有出嫁这日好看。我看着紧张的绞着喜帕的小姐，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，觉得有哪里不甘心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婚后，小姐和太子也是有过一段很快活的日子的，就跟画本子上写的那样，执手扫蛾眉，对镜贴花黄。太子骄纵小姐，让她不必守府上那些个规矩，她会在夏天赤着脚踩在池塘，水花惊走游鱼，小姐欢快地笑着。她还把一旁看热闹的太子也拽下来，水弄湿了那件月白色的长袍。可是太子只是看着小姐笑，任由她细白的手挽起水花泼在她身上。我那时想，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。可是太子是要娶正妃的，皇后给他精挑细选，选了江城相府的嫡女。听闻江家小姐自幼体弱，所以并不常参加各家小姐的赏花宴。我和小姐都没见过这位江小姐，小姐对她也满不在乎。她用手支着下巴，听我给讲京中时兴的画本子，偶尔还会拍手叫好。我们都觉得江家小姐是个病秧子，怎么看也不算个威胁。太子和该喜欢小姐这样骄纵明媚的女子才对。可是我们都错了，原来情深似海是可以演出来的。太子府娶正妃那日，满府的红绸扎得人眼睛生疼。小姐没胃口，索性在屋子里待了一整天。反正她一个侧妃，也没资格出去招待宾客，外面敲锣打鼓的，吵得人心烦。我故意扮了个鬼脸，凑到小姐面前。
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手指点在我的额头上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丑死了。”外面的热闹到底是归于平静。暮色四合，小姐突然轻声问我：“宋春，你说萧玉峰也同那位江小姐喝了合卺酒吗？他也对她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？他是不是也吻了她？”后面小姐不再说了，她许是有些难过，声音低沉着。屋里很黑，我看不清小姐的神情，只能想着法子逗她开心。我说江小姐很丑，还是个病秧子，太子肯定不喜欢她。她说不定头上长犄角，而且很黑，说话还大嗓门，风一吹就倒。说着说着，我和小姐都笑起来，我俩笑得越来越大声。很多年后我才惊觉，小姐那晚没有笑，她是在哭。那时的我真的很蠢，竟然妄图通过贬低一个女人来让另一个女人开心。我的小姐那样善良，她怎么可能会开心啊？小姐隔天去请安的时候，我们才总算见到了这位江小姐，现在该叫太子妃了。她眉目生的温柔，像水一样轻轻柔柔，却有沁人心脾的力量。我们都以为太子妃第一次见小姐是要立威的，可是我们都想错了。她笑着喝了小姐敬的茶，还给了她一个大红包。没想到谢家妹妹生的这般好，倒真是让人瞧着欢喜。不是侧妃，是谢家妹妹。她知道小姐在意，便从不叫她侧妃，只唤她阿锦妹妹。一向张扬的小姐却难得有些失措，她手忙脚乱地接过红包，耳畔微红。太子喜欢太子妃，我和小姐也喜欢她。她太好了，让人生不出妒心来。哪怕后来太子满心满眼都是她，小姐也只是一个人难过，从没想过怨恨她。她说面对那样明珠似的一个人，好像她生来就值得这天下最好的。小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落寞，我那时好想告诉她，我的小姐在我心里是世间最耀眼的明珠，可惜总有人眼盲心瞎，白白让两颗明珠蒙了尘。太子妃的身子总是不大好，冬天要一直端着汤婆子，有时候好几天都下不来床。那天全府都听见太子和太子妃大吵了一架，听说太子妃被气得吐了血。小姐带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她斜靠在床边，整个人像朵随时会衰败的花。太子妃看见我们来，慌忙擦了泪，想起身。小姐连忙快步走到床边，把她按住：“你身子不好，便别起身了。”太子妃淡淡的笑着，笑容里却藏着难以掩饰的悲痛。江府牺牲我一个便足够了，她何苦还要再搭上我妹妹？她还那样小。我们这才知道，太子竟有意想纳江家的庶女为良弟。他外祖家掌管着京城城防布局，对太子开始是很大的助力。平日里清风朗月的人，终于在这一刻显露出野心。不过这是因着太子妃的阻拦，到底是不了了之。太子心疼太子妃，不忍她难过，再加上太子妃被查出怀了身孕，太子高兴，索性便不再提纳妾之事了。那几日，太子守着太子妃，寸步不离，如珠如宝地护着。他担心太子妃孕期烦闷，还特意接了太子妃的庶妹进府作陪。其实太子就算不说，我也能看出他是在防着小姐。我都能看出来的事情，小姐自然不会看不出来。他索性便不去自讨没趣。那位江家庶小姐年纪虽小，性子却是个沉稳的，但是我下意识有些不喜她，总觉得她一副心机深沉的样子，远不如太子妃亲和。太子妃许是看出小姐最近的有意疏远，进来找了小姐许多次。她宽慰小姐，让她别多心。小姐别扭地转过头，说她才不会多心呢，自己一个人别提多自在了。太子妃看出小姐在嘴硬，也不戳穿，便拽着她的手左右晃着，央求她陪陪自己。太子妃太善良了，身处光明的人仿佛看不到这世间的阴暗面，可也就是这份善良害她丧了命。太子妃生产那日叫了整整一夜，小姐一直在佛前跪着，默默为她祈祷。我的小姐明明从不信神佛的，可惜神明并没有庇佑太子妃。她生产时难产又赶上血崩，到底是没挨过去，而她拿命换来的却是一个死胎。我们那时都以为是太子妃身体不好，福薄，可是后来
太医却在太子妃的屋子里发现了麝香，分明是有人要害他，而嫌疑最大的就是小姐。所以，当太子气冲冲跑过来兴师问罪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小姐面前。他是小姐最爱的人，他怎么可以不相信他呢？可小姐把我赶了出去，我听见他们大吵一架，小姐被关了禁闭，而太子妃头七刚过，太子就迫不及待地抬了他的庶妹进府。小姐听着外面的唢呐声，流了一夜的泪。我不管怎么扮鬼脸，我的小姐都没有再笑过。我不知道她是在哭自己，还是在哭太子妃。后来小姐怀孕了，她和太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恩爱，可我总觉得有什么变了，又说不上来。小姐的孩子没了，听人说是摔了一跤，摔没的。小姐说有人在外面撒了油，她求太子给她的孩子做主，可太子只是轻轻扶开小姐的手，不冷不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这都是小姐的报应。”小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：“萧玉峰，那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如此狠心？那姑和孕娘的孩子呢？他的公道又有谁来替他讨？”太子走了，小姐又哭又笑，她说这都是他的报应。我轻轻抱住她，曾经那样明媚的人啊，如今怎么瘦得这样厉害了？小姐的孩子没了以后，她便不爱笑了，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发呆。许是顾念着年少的情谊，太子并没有薄待小姐。皇上驾崩后，太子登基，江家那位庶女因着母家被封了皇后。皇上依旧摆着深情人设，将先太子妃追封为敦和皇后，小姐成了贵妃。她穿着宫装，仪态万千，端得上一个大家闺秀。可是我却总念着那喜欢爬树翻墙、纵马游街的小姐。小姐成了贵妃，可我还是执拗地叫她小姐，仿佛这样一切都不会变。小姐便也纵着我，她一直这样骄纵我的。皇上登基后，一个又一个姑娘进了宫，宫里到处都是年轻鲜活的姑娘，她们像花一样争先恐后地绽放着。皇上宠爱的人，许多都有先皇后的影子。我那日瞧见一个姑娘，穿着红色的大氅，在梅林起舞，雪花伴着梅花簌簌而落，像极了年轻时的先皇后。听人说那是皇上新宠爱的梅嫔，她父亲不过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可她却凭着这张酷似先皇后的脸，在众多嫔妃里占尽帝王宠爱。梅嫔怀了身子，可惜3个月的时候，那孩子福薄。后宫的子嗣总是这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怀上不是本事，能平安生下来才是本事呢。梅嫔失了孩子后，便整日里郁郁寡欢，皇上哄了2日便厌烦了。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爱不爱的其实根本不重要，她们本就不是为了爱情进宫的。这些世家贵女背后背负的是家族的荣宠，也就梅嫔是个死心眼，仗着帝王几日宠爱，便拿乔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，不过一个玩意儿罢了，再喜欢也不过如此了。小姐一直冷眼看着后宫里斗来斗去，她那满腔的少女心事，早在最好的年华里消磨殆尽了。我给她梳妆的时候，忍不住说起听来的消息：“小姐，大爷他过2日便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大爷这次回来会给您带什么好东西。听人说北境的烧果子做得极好。”小姐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这丫头多大了，还这么贪嘴？老将军前2年去了，大少爷接了他的兵权，他1年到头都在塞外打仗，也因着大爷的缘故，皇上总归是顾及小姐的。提起大爷，小姐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，倒是好久不见哥哥了。平日里那样清风朗月的一个人，如今却成了个兵痞子，1年到头就知道打仗，也不知道早点给我找个嫂嫂回来。”他话里虽然埋怨，语气里却是藏不住的心疼。我还记得那年将军府小院，大爷一身白衣，坐在窗前作画，少年背脊如松，眉目温润如玉，让人瞧了便忍不住赞上一句：“好一个端方君子，举世无双。”可是前2年我见他，他黑了许多，也壮了许多，眉峰处一道疤斜插入鬓，整个人都添了许多煞气，就像是从尸山血海里淌过来似的，好像每个人都在长大。今年岁末，
大爷从塞外回来，皇上特许他进了宫，可是大爷却没来看小姐，只是派了个工人叫我出去，帮他把东西带给小姐。小姐闻言愣了一瞬，附而又了然地笑了。这家伙骨子里还是个迂腐书生。我知道大爷是怕后宫和前朝来往过密，引得帝王猜忌。大爷站在宫门外，遥遥朝我招手。宋春，你家贵妃可还好？贵妃安好，只是顾念着大爷。谢世安笑着递给我一个包裹，这是给贵妃娘娘带的礼物，最里面有个小盒子，用粉帕子包着的，是给你的。我闻言欢喜地接过，笑弯了眉眼。难为大爷还惦记着奴婢呢。他伸出手揉揉我的头，宽厚的手掌带着粗粗的茧子，有些膈人。一转眼，宋春都这么大了，拜托你替我照顾好阿锦。大爷的身影隐没在夜色里，直到彻底消失不见。他给小姐带了许多稀奇的玩意，小姐嘴上嗔怪着，哥哥还拿她当小孩子，可是眼里却透着欢喜。大爷给我带的是盒胭脂，小姐见状，揶揄地看着我。我笑着伸手去拿她桌上的甜糕。小姐若是想要这个，那拿甜糕跟我换。小姐忙扑过去抢，我俩笑闹成一团。那时的我们总盼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有些人再见已是永别。朝中有人上奏，谢将军贪污军饷，中饱私囊。皇上让人去查，竟在将军府那棵桃树下挖出了写着皇上生辰八字的娃娃，还有一件做好的龙袍。天子震怒，当即就把谢氏安下了大狱。小姐去求情，把脑袋磕得砰砰作响，面前那块青石板染上斑驳的血迹。可是帝王御书房的大门却始终紧闭。皇上，您与臣妾的兄长自小一块长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皇上你也不知道吗？我谢家为这皇朝鞠躬尽瘁，披甲上阵，难道最后连一个公道，皇上都不肯给吗？狡兔死走狗烹，皇上这样对谢家，寒的可是我大周万千将士的心。皇上，小姐一声比一声凄厉，可回应她的却是御书房内传出的靡靡之音。皇上又何尝不知道谢家冤枉，但是他需要这么一个由头，收回谢家的兵权。谢家不过是帝王夺权的牺牲品罢了。大爷被斩首那天，小姐一直哭，哭得我难受得紧。她这一生的不幸都赖那个负心人，他该死。我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把匕首，匕首是大爷送我的，他说让我一定要保护好小姐，哪怕是为此伤了人，他也能护住我的。可是大爷死了，他再也护不住任何人了。匕首被我磨得很锋利了，我的手指慢慢收拢，似乎在下定什么决心。可就在我起身的那一刻，一张有些泛黄的宣纸从榻上落了下来。那是一幅画，画上是在桃花树下舞剑的少女，一旁还有个撑着下巴的小丫鬟，眼神晶亮。丫鬟怀里抱着只狸奴，张牙舞爪的。这时当年大爷送我的，他若是不当将军，就算不是治国的文臣良相，也会是个很好的画家。也许那样，他便不会这样短命了。我到底是放下了匕首，我还得留着这条命，继续陪着小姐呢。罪臣之女当不起贵妃，皇上褫夺了小姐的封号，把她贬为答应。从小那些他瞧不上的妃嫔们，个个不忘来踩上一脚。所有人都觉得谢家这位贵女此后再也翻不起风浪了。可是我不这么觉得，明珠在哪里都是明珠，她不会因为蒙尘便沦为瓦砾。大爷头七那天，小姐带着我在宫里烧纸钱，一张一张的扔进火里，转瞬变成翻飞的纸屑。哟，这是谁呀？这么晦气，在宫里烧纸钱？一个宫妃打扮，模样娇俏的女子走了进来。我认识她，是皇上最近很宠幸的薛才人。她用帕子捂住口鼻，眉眼嫌弃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贵妃。哦不，该叫谢答应了。谢答应的胆子可真大，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下去陪你兄长吗？小姐冷冷地抬眼看他。宋春，掌嘴。我闻言站直了身子，狠狠一巴掌抽了上去。跟着小姐这些年，我打人巴掌的实力倒是见长。她看人不爽，便喜欢叫我掌嘴。一巴掌下去，保管这脸3天消不了肿。薛才人急了，冲过来要打我，我按住他，又是2巴掌。
你们给我等着！宫里踩高捧低，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小姐不在乎，我便也不在乎，左右不过是个死。可是被刁难的久了，人难免被崩溃。馊掉的饭菜，湿透的炭火。夜里我们冷得厉害，缩在一床褥子里互相取暖。冬天好像也没那么难挨了。小姐拽着我的手一直哭。宋春，我只有你了，我只有你了。我轻轻抱住她，拍着她的后背。小姐，宋春一直都在的，以后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碧落黄泉，宋春都在您前头站着呢。春狩的时候，有人骑在马上，衣袂翻飞，一剑夺了皇上的彩头。帝王震怒，却在看清来人时，眼中的怒气化作惊艳。小姐一身旗装，飒爽英姿，她微抬着下巴，竟令场上的宫妃贵女全都失了颜色。瞧，明珠只会蒙尘，却不会沦为砂石。小姐复宠了，宠爱更甚从前。她与皇上之间到底有年少的情谊在。男人有时候真的很天真，他们自信地觉得这天底下的女人都会被他们的魅力折服。帝王更甚，他不信忠臣义胆，不信武将赤诚，却愿意相信一个跟他有着血海深仇的女人爱他。也许是有一斗的，可是小姐只是温顺地伏在他膝上，泪眼婆娑地说：皇上，臣妾只有您了。皇上就信了。小姐重新做回了贵妃。宫里人又开始巴巴地上来讨好了，可是小姐却谁也不见。她伏低做小，可不是为了同他们争些凉薄宠爱的。北疆来犯，朝廷无可派之兵。皇上指了个据说熟读兵法的书生去了战场，没2日，那书生的尸体就被抬了回来。小姐去找淑妃的时候，她哭肿了眼睛。极少有人知道，那书生曾是她的心上人。淑妃看见小姐，怒目圆瞪。谢初锦，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小姐低垂着眼眸，让人看不出喜怒。皇上昨夜宠幸了楚木的妹妹。楚木就是那位战死的书生。皇上宠幸他妹妹，便是在抚慰楚家。淑妃闻言又落下2行清泪来。阿若，她才14岁啊！小姐想复仇，便需要盟友，而淑妃便是她第一个要拉拢的人。淑妃这人聪明，她哭过后平静地看着小姐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宫里最近隐隐有些风雨欲来之势头。我伺候小姐梳妆的时候，皇上在一旁看着。我的发已经挽得越发好了，比宫里最好的妆娘挽得还要好。这时皇上突然来了一句：贵妃身边这丫鬟，瞧着倒是越发可人了。我闻言身子僵住。皇上这话的意思其实再明显不过，他倒不是看上了我，只是见不得贵妃身边有我这样的忠仆。皇上喜欢看主仆离心，看宫里的女人们为了争夺他互相扯皮算计。他走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一眼。小姐斜斜地倚在贵妃榻上，她摆弄着精致好看的护甲，随后冲我招招手。我乖巧地伏跪在她身前。小姐用细白的手指轻轻抬起我的下巴，艳丽的红唇勾起。好宋春，这个皇帝不好，我们换个皇帝好不好？我错愕地抬头看她，她眉目依旧张扬明媚，好像岁月又把曾经那个小姐还给我了。我慢慢把头靠在她的手边，良久，我听见自己应了一声好。皇后自生下小公主伤了身子后，便一直吃斋念佛，不理会后宫的事了。可这不代表后宫的人就能忘记她。北疆要求派公主和亲，皇上答应了。大周自始祖皇帝开始，便没有公主和亲的先例。始祖皇帝曾言，公主和亲并不是美谈，只能证明他这个皇帝、这个父亲的无能。可是如今，皇上为了不打仗，竟要将公主送去和亲。如今宫里只有3位公主，最大的便是皇后嫡出的长公主，可她今年才8岁。皇后的性子同先皇后一样温顺，但是为了自己的亲女，她也露出了锋利的獠牙。皇后率众妃嫔，求皇上御驾亲征。皇上哪里肯呢？他将皇后禁足，给长公主赐了封号。听人说不日就要和亲了。皇后派人来找小姐的时候，她一点也不意外。江福做了这么久的缩头乌龟，总算是肯出头了。皇后跪在佛像前，慈眉善目的。小姐见她，
却忍不住嗤笑出声。江福，这又何尝不是你的报应？是我的错，可我犯下的罪孽，不该报应在我女儿身上。她还那样小，北疆苦寒，这一去便是十死无生啊！那群蛮人要的哪里是和亲的公主，他们不过是想借此羞辱我大周皇室的脸面。这样的道理，我一个深宫妇人都能明白，高高在上的帝王竟想不通。皇后目眦欲裂，手中的佛珠被他扯断，珠子滚落，她面上竟隐隐透出几分杀气。为了阿南，哪怕是拼上我这条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谢初锦，我知道这背后少不了你的推波助澜。上书让长公主和亲的，听说是你谢家的门生。我的确怨过你，可我更怨那个人。他可是阿南的父亲啊，怎么能如此狠心送他的亲生女儿去死？小姐始终神色淡淡，却在离开时突然开口：你也是他的妹妹，为什么能狠下心来害他？皇后闻言倒是一点也不意外。我们都知道，那个她指的是先皇后，害死她的麝香是她从小爱护到大的妹妹放的。至于为了什么，无非就是些权势宠爱，真相早就不重要了。皇后死在了御书房，听宫人说，她去找皇上的时候，两人大吵了一架，皇上气得拔了剑，皇后竟直直地撞了上去。有了皇后死谏，公主和亲一事便被搁置了下来。在场的有不少朝廷重臣，经此一事，朝臣对皇上的不满越发严重。江丞相一夜之间就病倒了，失去了江家的支持，又亲手夺了谢家的权。皇上这皇位怕是做得不稳当了吧？听闻皇后的死讯，小姐淡淡地为她点了一盏长明灯，喃喃道：就这么把孩子丢给我，她倒是放心。其实皇后本不用这么惨烈的方式的，我们都知道她是在赎罪，害了至亲之人，午夜梦回，也常夜半惊醒吧。皇上最近总睡不好，淑妃便给他推荐了一位道士，那人倒是有几分门道，炼的丹药皇上吃了后，夜里总算不再梦魇了。可那道士却是个心术不正的，他说宫里的风水不好，有邪魔压住了龙脉，害得真龙衰败。他诓着皇上大兴土木修建行宫，甚至要迁都，皇上都一言照做了，这引得朝堂民间怨声载道。先皇本就有3位皇子，当时三皇子年幼，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随便封了个禹王，就打发到江南去了。如今禹王也该弱冠了吧？都是先皇血脉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禹王带兵杀进宫门那天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可惜啊，咱们皇上福薄，没等来禹王殿下救他，就被那妖道害死了。听人说，连个囫囵的尸身都没能保全。在众位大臣的拥护下，禹王殿下含泪登上了皇位。谁也没注意，禹王带兵入京那天，一顶小轿从宫门悄悄出了宫，没人知道里面坐着的3人，一个是先皇的贵妃，一个是先皇的长公主，还有一个是贵妃的狗腿子，很厉害很忠心的那种。小姐说她还没去过江南的，我得陪她去看看。试了拂衣去，此后山水迢迢，天地远阔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